金价逼近4500，周一单日跳涨0.82%，收在4473.7，白银更猛，一天涨了近1.7%。可就在多头一片欢呼的时候，黄金的 RSI 已经悄悄爬到了68，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一波上攻到底是要一鼓作气冲破4500，还是过热之前的最后一冲？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回顾隔夜的行情，也就是刚刚收官的周一这一场，再看看接下来这几天该怎么走。老规矩，先郑重提醒一句，我在节目里聊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者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自己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黄金和白银周一双双收涨，黄金收在4473.7，涨了0.82%，白银收在66.23，大涨1.72%，白银明显比黄金更强。第二，这一波上涨最大的推手是市场在为本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提前下注，赌鲍威尔会放出偏鸽的信号，美元走软给了金银底气。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一个点就是黄金4500这道整数关口，它是多头能不能继续往上打的胜负手。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周一这一天，贵金属市场的情绪是明显偏暖的，风险偏好在回升，但又带着几分小心翼翼。为什么这么说？你看，黄金稳稳地站在了4400之上，一路往4500靠近，白银涨得更凶，直接把前面66这道坎给踩在了脚下。金银两个品种一起往上走，而且是白银领着黄金跑，这通常是市场愿意冒险、愿意进攻的一个信号。这里补充一句昨天的回顾，我们上一期说过一句话，4400不丢，回调只是中继站。当时提醒大家盯住4400这条多头生命线，也盯住4500这道关。现在回头看，周一4400稳稳守住了，价格确实像中继站一样，歇完脚又继续往上顶，这个判断到目前为止是走对了的。不过我也得实话实说，越是靠近关口，越是涨得急，越要留个心眼，这一点后面技术面会细讲。那么这一整天的行情，到底该乐观还是该警惕？我想先给你两面都摆出来。乐观的一面是金银同涨，白银领跑，成交也没有过度透支，这是一个结构很健康的进攻姿态，往上还有想象空间。要警惕的一面是价格正撞在4500这道整数大关下方，而周五鲍威尔的讲话又是个巨大的未知数，这种时候的上涨多少带着一点提前抢跑的味道，一旦预期落空，回吐也会来得很快。所以整期节目其实就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在展开，这波涨是真突破的前奏，还是过热前的最后一冲？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往下一层层拆，我们把镜头拉近，单独看黄金。周一这根 K 线走得相当稳健，从开盘到收盘，价格重心一路上移，日内低点没有跌破4466，高点摸到了4476附近，最后收在4473.7，涨了0.82%。这是一根小实体的阳线，量能也没有异常放大，说明买盘是稳扎稳打地往上推，而不是一哄而上的追涨。这种走法其实比暴涨更让人踏实，暴涨往往一天就把力气用完了，而这种细水长流式的上移，代表有持续的资金在耐心建仓，日内的低点一次比一次高，说明每一次小回调都有人接盘，主动权还牢牢握在多头手里。从更大的格局看，黄金现在牢牢站在50日均线4167.83的上方，这条线代表着中期多头的成本区，站在它上面，多头就占着地利。但另一边，
价格还压在200日均线4589.49的下方。这条线是这一整轮反弹到底是强反弹还是真反转的总分水岭。所以现在黄金的位置其实很微妙，上有天花板，下有支撑，它正卡在一个要选方向的关键地带。同样一根阳线，多头会解读成突破前的蓄势，量价配合良好，空头则会说这是在200日均线大压力下的最后冲刺，越靠近顶部越危险。两种读法都有道理，怎么验证？就看4500破得了破不了。破了，多头赢，久攻不下，空头的逻辑就占了上风。今晨亚洲盘，金价现报大约4467，比周一收盘略微回吐了一点，这个我们只当做参考，真正定调的还是周一那根完整的收盘。再来看看白银的表现，周一白银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收在66.23，单日大涨1.72%，涨幅是黄金的2倍还多。为什么白银总是比黄金动静大？你可以把白银理解成黄金的高弹性小兄弟，它盘子小，工业属性又强，行情一旦来了，它涨起来更猛，可一旦风向变了，跌起来也更狠。周一这种黄金稳涨，白银猛冲的组合，反映在金银比价上，就是比价从上期的68.15进一步回落到了67.55，这个比价往下走，说明同样一笔避险或者投资的钱，市场更愿意去买弹性更大的白银，本质上就是风险偏好在回暖，这是一个健康的偏进攻的信号。你可以简单记一个规律，金银比价往下走，往往对应着市场情绪偏暖，愿意进攻；比价往上走，则常常是避险情绪升温，大家往黄金里躲。现在比价从68.15落到67.55，方向是偏暖的。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白银冲得越快，回调的时候波动也越大，追高的风险自然也更高。这一点我们心里要有数。历史上，白银经常是涨的时候最风光，跌的时候最伤人，所以看它领涨可以高兴，但真要动手，节奏和止损比方向更重要。那么是什么在背后推着金银一起往上走？这就要说到本周真正的主线，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周一支撑金价的核心逻辑，是市场在为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提前布局。大家都在赌一件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不会在会上释放偏鸽的信号，为后面的降息铺路。在这种预期下，美元指数走软，美债收益率也有所回落。我一步一步给你讲清楚这里面的传导。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你拿着它，它不像存款那样给你利息，所以当美元走软，真实利率往下走的时候，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低了。反正把钱放银行也赚不到多少实际收益，那不如买点黄金抗通胀，避避险。这就是弱美元、低利率、利多黄金的根本道理。我再打个比方帮你记牢，你可以把美元和黄金想象成跷跷板的两端，美元这头沉下去，黄金那头自然就翘起来，而真实利率就是压在美元那一端的砝码，砝码越轻，黄金翘得越高。周一就是砝码变轻的一天。反过来，如果周五鲍威尔的态度比市场想的更强硬，收益率和美元掉头往上，那今天这波涨势就可能要面临回吐的压力。所以你看，同样一份预期，既是这几天上涨的燃料，也可能是后面回调的导火索。关键就看周五那场讲话怎么说。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行情容易反复。市场其实是在提前压住一个还没落地的结果，一旦预期和现实对不上，反向波动就会很剧烈。避险这条线，周一相对平静，没有出现新的能主导行情的突发地缘事件。全球的目光这几天几乎都聚焦在了美联储和杰克逊霍尔上，所以这一段我不展开硬讲，避免给你灌没有依据的内容。你只需要记住一点，黄金的避险属性一直都在。它就像一份随时待命的保险，平时不显眼，可一旦风云突变，
资金会第一时间往他这里跑。眼下没有这样的催化剂，不代表它不存在。对我们做行情判断的人来说，这反而意味着当前这波上涨的动力更多来自利率和降息预期，而不是恐慌避险。这是一个偏健康的上涨结构，因为靠预期推的行情相对可控，靠突发事件推的行情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顺着利率这条线，我们把美联储单独拎出来说透。眼下这个市场几乎是围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在转。本周的重头戏有2个，一个是周4要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另一个就是周5开幕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和鲍威尔的讲话。市场现在押注的方向是美联储今年会走向降息。纪要里但凡透露出对通胀降温的乐观，对就业转弱的担忧，都会被解读成偏鸽，利多黄金。反过来，如果纪要里反复强调通胀还很顽固，要维持更高更久的高利率，那就是偏鹰，会压制金价。为什么利率对黄金这么重要？我再强调一遍那个核心，黄金是不升息的资产。当利率高的时候，拿着能升息的美元，美债更划算，黄金就相对失色。当利率往下走，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反过来，黄金的吸引力就回来了。这里还有一个更专业但很关键的概念，叫真实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你实际能拿到的收益。如果通胀还在，但美联储开始降息，真实利率就会往下掉，甚至变成负的。那时候把钱存起来，其实是在慢慢亏购买力。黄金作为抗通胀的硬资产，吸引力就会大增。市场现在赌的正是这样一个真实利率下行的剧本。所以这周5之前，市场大概率是一边观望，一边压注，行情容易反复，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谁也不想在鲍威尔开口之前把底牌全压上，但又都想抢在消息落地前埋伏好。这种拉锯本身就会放大盘中的震荡。从技术面来看，黄金现在的几个关键位置，我给你捋清楚。上方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就是4500这个整数关口，它既是心理关，也是这一波上攻绕不开的坎。如果金价能带着量能，实实在在的站上4500，那么上方就打开了通往200日均线4589的想象空间。但如果在4500附近反复冲不过去，那就要提防一次回调。下方支撑，第一，看4400这个整数关，这是多头的生命线，只要它不破，强势结构就还在。万一带量跌破，那就要先看4300，再看50日均线4167。说完点位，再看动能指标 RSI。周一黄金的14日 RSI 读数是 68.4。 这里给刚入门的朋友解释一句，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数值越高越接近超买，越低越接近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现在 68.4 还没到70的超买线，但已经很接近了。这意味着什么？它正好呼应开头那个问题，动能确实很强，但空间已经不算宽裕了。换句话说，这波上攻还没到强弩之末，可再往上冲，就要小心过热后的回踩。这是一个提醒你别盲目追高的信号。白银的技术面，我们简单看一下。周一白银放量突破了66，这是一个偏强的信号。站上去之后，下方65就成了第一道支撑。再往下是64，这个更强的支撑区。上方呢，第一道压力看68，如果能突破，再往上就要挑战200日均线70.9这个大关。白银自己的14日 RSI 是 64.6， 比黄金还低一些，处在中性区间，既没有超买，也谈不上超卖。这说明白，银这波涨势的内部动能还算健康，往上还有余地。不过还是那句话，白银弹性大，一旦大盘转向，它回落也快，追高一定要设好保护。说到这里，必须给你敲一个风险提示，越是行情往上走，气氛越热闹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
眼下金银都逼近了关键的整数关口，而周五的鲍威尔讲话又像一颗还没引爆的雷，随时可能改变市场的方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整数关口前面，盘中经常会先假突破一下，把追高的人套进去，再回落洗盘。白银这种高弹性品种尤其容易上演这一幕，所以无论你现在是看多还是看空，都请务必控制好仓位，设好止损，用你输得起的钱去参与，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婪或者恐惧，就把风险抛在脑后。谨慎永远是这个市场里活得久的第一法则。好，最后我们来聊聊后市，也就是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跟你讲清楚。先说短线怎么看，近期的日程排得很满。周三晚间，美国有新屋开工和营建许可数据，属于开胃菜。真正的大菜在周四的7月 FOMC 会议纪要和周五开幕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加鲍威尔讲话。同一天还有标普全球 PMI 初值、出请失业金和成屋销售，这几个事件就是下一波行情的发令枪。这里多说一句，怎么看这几个数据？周三的地产数据如果偏弱，会强化经济降温，需要降息的逻辑，间接利多黄金。周四的纪要重点看官员们对通胀和就业的措辞天平往哪边倒，而周五的杰克逊霍尔才是真正一锤定音的大戏。鲍威尔一句话就可能决定金价是站上4500，还是被打回4400。点位上，短线的胜负手就是黄金4500，带量站上，多头就打开了去4589的空间，这是上行情景。站不上，甚至跌回4400以下，那大概率就是区间震荡，多头需要重新蓄力，这是下行情景。白银则盯住68的压力和65的支撑，65若失守，短线强势就要打个问号。再说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甚至更久，黄金的大逻辑我依然偏多。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趋势没有变，美国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实际利率长期看是往下走的，这些都是支撑金价中长期向上的结构性力量。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组合，短线可能因为过热而震荡甚至回调，但长线的趋势方向我认为依然是向上的。这两个时间维度并不矛盾，短线的波动往往只是长线大趋势里的一个小浪花。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上攻到底是要一鼓作气破关，还是过热前的最后一冲？我的判断是，目前更像蓄力冲关，而不是见顶。理由有3个。第一，4400稳稳守住，趋势结构完好。第二，金银双双上涨，白银领涨，比价走低，说明是健康的进攻而非恐慌。第三，RSI 68.4虽然偏高，但还没真正进入超买。但这个判断有一个明确的正伪条件，如果周五鲍威尔意外偏鹰，金价带量跌破4400，甚至丢掉4300，那这波就要重新评估了。一句话送给你今天的核心判断，破了4500才算真突破，破不了就是最后一冲。你觉得金价今晚能不能站上4500？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提醒，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风险极高，你的每一笔操作都请务必独立思考，谨慎决策，盈亏自负，风险自担。好了，今天的点击日记就到这里。如果我的分析对你有一点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你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